and then teaching people of all ages how to perform the Heimlich, just like Robert's quick-thinking teacher did. Once he was okay and I wiped his face and I made sure that there was nothing in his mouth still,嗨，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路，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，过完冬至准备就要过年了，接着是元宵节，冬天大家都会吃汤圆，过年会大鱼大肉，加上天气寒冷，也是最容易发生梗塞意外。当发生异物梗塞的时候，人体会做出反射咳嗽的动作，试图排出异物，使呼吸畅道通畅。但是在临床上，异物掉进肺里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咳反射。这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，我们要谈的是异物梗塞的患者，当异物梗塞的时候，若双手抱喉咙已经说不出话来的时候，也没有咳嗽反射时，表示患者的呼吸道已经完全阻塞。在患者意识清楚的状况下，应该立即进行哈姆立克法急救。哈姆立克法又称腹部的冲击法，在1974年由美国医师所发明，为的是清除呼吸道的异物。原理是施救者站在患者的后方，用手向横膈膜施压力，造成压缩肺部，使异物排出气管。通常我们最常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：当有人吃东西吃到一半咳嗽的时候，通常大妈的反射动作是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用力拍他的背，这是错误的方式，因为不拍还好，拍了异物就极有可能会掉进肺部里面，造成肺部的发炎的问题。那异物梗塞要如何处理呢？当个案还有意识，还可以呼吸、咳嗽、勉强说话的时候，表示呼吸道部分阻塞，此时应该鼓励患者咳嗽，加油哦，努力咳嗽，把东西咳出来。千万不要去干扰自发性咳嗽和出力的呼吸，千万别出手相助。同时需要观察患者的动作跟表情，是否有以下的状况：如果气道演变成完全堵塞，如果患者意识未丧失，但咳嗽声越来越衰弱，或者无法咳嗽、呼吸困难、发前、不能说话、全身无力，甚至两手已经要掐住脖子的现象，此时可能呼吸道已经完全堵塞，应该立即站在患者的后方，双脚呈弓箭步，前脚置于患者的胯下，上半身靠近或紧贴着患者的背部，稳住他，一手握拳，以拇指跟食指形成拳眼，抵住患者肚脐跟胸骨中间，另外一只手抱住放好的拳头，双手用力推向患者，以向内向上的连续施压。此时施压的压力会造成气流，可能使异物由呼吸道喷出，需要随时留意是否有异物吐出，连续进行这个动作，直到异物咳出或者是患者丧失意识为止。若异物无法吐出，且患者意识丧失，甚至瘫在施救者的身上，这个时候用手两肘向上顶着患者的腋下，
再靠施救者身上慢慢的让患者安全的往后躺平，并开始进行心肺复苏术 CPR。若在进行心肺复苏术途中看到异物出现在患者口腔，可以试着用手移除。心肺复苏术持续进行到异物排出，患者恢复自发性的呼吸心跳，或者是救护人员到现场接手为止。请看这一集。有时很有可能会因为异物梗塞造成心跳停止的状况，需要立即进行叫压电的 CPR， 持续血液提供脑部有血流的状况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